为什么你的 AI 程序员总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写出一堆跑不通的垃圾代码？很多时候真不怪模型脑子不够用，而是你给它准备的运行环境太烂了。一个复杂的代码库 ，AI 刚想跑个测试，结果环境依赖报错或者测试脚本根本跑不起来。这种环境层面的卡壳，直接让 AI 陷入死循环，最后只能胡乱修改代码，碰运气。快手 KWAI-KAT 团队最近开源了一个叫 KAT Coder V2.5 Dev 的编码智能体模型。这个模型总参数量是 35B， 采用了 MOE 架构，每次运行其实只激活 3B 的参数，在 Hugging Face 上用 Apache 2.0 协议开源了。它不是那种只能写单段代码的普通补全工具，而是奔着解决真实复杂的仓库级软件工程问题去的。但快手团队在研发它的时候，并没有像业内通常做的那样，把精力全放在堆参数或者调 prompt 上，而是死磕起了底座的工程化沙盒。在强化学习训练的初期，团队发现模型的奖励曲线怎么都抬不起来，哪怕模型给出的代码逻辑是对的，得分依然很低。技术人员一查日志才惊呆了，居然有 16% 的训练轨迹失败。根本不是模型策略写错了，而是沙盒基础设施自己崩溃、报错或者超时了。这就好比你让一个学徒去考试，结果考场桌椅不稳，考卷印错，学徒再聪明也得拿0分。更严重的不仅是0分，这种沙盒导致的边界错位，直接在训练中清空了大约40步的宝贵观察值，导致模型学了一堆错误的反馈。发现这个大坑之后，团队开始疯狂修基建。他们清理了早期的磁盘占用，把占用率从 95% 一路压到了 60%， 直接解决了大量因为磁盘满导致的超时失效，把超时比例从接近 7% 降到了 1% 以下。同时，他们还发现模型网关的 Chat 接口在多轮对话中会反复应用模板，在200轮的超长对话里导致了 40% 的 token 漂移，于是果断改成直接调用底层的生成接口。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沙盒环境的反馈错误率直接从 16% 的灾难水平强行砸到了 2% 以下。你要知道，真正的编码智能体在工作时，不是闭门造车的写一段代码就完事儿了，它必须在一个完全隔离的沙盒里，像人类程序员一样自主阅读文档，修改各种配置文件，安装依赖，然后运行测试用例，再根据报错信息不断去迭代代码。如果这个沙盒不可靠，AI 就会学会作弊，比如直接去读 Git 历史记录里的正确答案，而不是靠代码逻辑去修 bug， 这就失去了训练的意义。为此，快手开发了一套叫 Auto Builder 的自动化环境构建流水线。它在构建环境时会自动重构 issue 文本，并彻底删掉所有的 Git 原数据，强迫模型在信息盲区里只能凭真正的代码逻辑去修复 bug。而且它非常严格，绝对不只看运行结束后的退出代码，而是要求整个测试框架多次运行的结果必须完全一致，且覆盖率超过 90% 才算过关。通过这种高强度的清洗，他们硬是在12种编程语言里重构出了超过10万个完全可验证的真实沙盒环境。这套自动化构建流水线的威力有多大？在行业里，大家用大模型去跑复杂的开源代码仓库，平均的环境构建成功率只有惨不忍睹的 16.5%， 这就意味着10个仓库里有8个 AI 还没开始写代码就卡在了装环境的第一步，而 Auto Builder 把这个成功率强行拉升到了 57.2%， 给 AI 程序员铺平了一条无比宽敞的跑道。有了干净稳定的沙盒，强化学习才能真正发力。KAT Coder V2.5 采用了非对称的 Actor Critic 架构来进行 PPO 训练。在训练过程中，当裁判的 Critic 模型拥有特权，能够站在上帝视角，直接读取测试覆盖率和详细的测试反馈等底牌信息，而负责写代码的 Actor 只能看到正常的运行状态。裁判用这些特权信息去严厉精准地指导 Actor， 让他的每一次代码修改都能得到最客观的评价。不仅如此，为了防止模型在精通某一项技能时，其他能力出现退化的跷跷板效应，团队还用上了多教师在线策略蒸馏算法。他们把负责软件工程、外部编码系统、工具调用等多个领域的专家模型聚在一起，让这个 35B 的 MOE 学生模型在自己的运行轨迹上去强行匹配这些最强教师的专业表现。
通过逆向 KL 散度，把多领域的专家经验无损地融合进了这颗轻量化、高并发的基座模型里，这样既保留了模型的通用智能，又定向拉高了它的专业编程上限。这套工程硬实力在评测集上迎来了爆发。在衡量工具使用能力的 PinchBench 评测中， KaCode V2.5 跑出了 94.9 的高分，直接干掉了标杆模型 Claude 3 Opus 的 93.5 分。而在极其考验仓库级代码修复能力的 SWE Bench Verified 上，他拿下了 69.4% 的好成绩。在更难的 Pro 评测集上，他拿到了 65.2 分，虽然以微弱劣势落后于 Opus 的 69.2 分，但在开源模型里已经处于绝对的第一梯队。更绝的是，团队在利用训练数据时，没有像以前那样只保留一次通过的完美运行轨迹，他们专门设计了一种技能修复机制，去死磕那些差一点就改对的失败轨迹，让模型去复盘自己为什么失败，是在哪一步检测逻辑上出了纰漏。单单是把这些失败教训利用起来，就让以前那些通过率为0的死活任务，通过率直接起死回生，暴涨了大约 20%。学霸的成长，往往不光是做对多少道题，更在于搞懂了多少道错题。很多团队看到这个开源模型，第一反应可能又是去套个外壳，调条 prompt， 想直接拿来私有化部署。但如果你是技术负责人，听我一句劝，这波可以先别急着追模型本身。要想让这种智能体在你的企业内部真正落地，首要任务不是换模型，而是先用容器化方案把你们内部那些陈旧非标的代码库和自动化测试用例规范起来。如果连你们自己的开发环境构建成功率都不到 20%， 给 AI 换什么模型都是白搭。编码智能体发展到今天，竞争的范式已经彻底变了，它已经从单纯卷模型参数、卷 prompt 的炫技的石器时代，迈向了卷工程基建、卷沙盒可靠性的硬核工业时代。说白了，谁能给 AI 程序员提供最稳定、最真实、最不容易崩溃的模拟实战沙盒，谁就能用更小的模型训出战斗力最强、最接地气的 AI 员工。这才是接下来真正能拉开差距的胜负手。